好像昨天是國家海洋日哈，海委會主委管碧玲說了一句話：海巡在，主權就在。我不知道邏輯在哪裡了哈。那內政部長也可以說，我們內政不在，主權就在。賴清德也說，台灣在，主權就在啊。所以海巡在，主權在，這講的是什麼哈？好吧，但是大陸的有4艘船在台東海域執法，而且最大有1萬噸。最小有6000噸，非常大。這個1萬噸的船呢，就除了南北極不能去，全世界各地都可以去，很大的船啊。所以我们那個小船在那旁邊真的是是大小差很多。雖然沒有打了啊，但是差很多。那而且大陸的是跨部門第一次聯手，到台灣東部海域去執法它好幾個單位合在一起聯合執法那所以呢，它主要是要反制日菲了。並不是對我們怎樣，是反制日本跟菲律賓，因為日本、菲律賓最近劃那個什麼漁業權利啊，什麼在台灣旁邊就劃了一個區域那就是我們為什麼都不去講我們的權利呢？他們就這是只有干涉牽涉到2國，對第3國沒有影響。什麼這是我們的地方怎麼叫跟第3國沒有影響那另外呢，最小的有6600噸，最大的1萬噸那所以呢，看這個船在這個台東外海。台灣東部外海所以你看這邊在台灣東部嘛，2艘這種7-4當然了，它是在那個經濟線的外面偶爾它原來在外面，偶爾進來一下，那我們在裡面就彼此在那邊對峙彼此對峙。那海巡署派了我們有7個潛嘛，有沒有7個在這個線裡面，看到沒有？那他們在線外面。或是有的時候線，你看又在外面，又在裡面一點點這樣子那我們就並行並駕，然後呢，我們就一直這個到了我們的領域來了，趕快走。那邊人說什麼你的兩岸同屬一中都是我們的反正就吵嘛那所以叫做全程緊盯1對1。所以今天早上離開了，他也不可能永遠在那個地方嘛，他要補給回去等等所以呢，他們就說我們是同屬一中。顧立雄這叫挑釁以及認知作戰那另外呢，說遼寧艦還在菲律賓以東，但是沒有通過巴士海峽，所以媒體就說北京現在是步步進逼，我們應該趕快拿出行動了，不能再被動。你該對不对？該要行動就要行動啊！不是人家在我們等於是在你的這個領域裡面，在那邊給你撒野那你都無所謂。看一下。中共反制日菲，官媒釋出南海黃煙島監控菲律賓船艦，同時也宣布在台海東部海域展開海上專項執法行動，聲稱7號抵達。上午發現4艘中共公務船海巡06、08、09以及東海救113，最小6600噸，最大超過1萬噸，再加上1艘中共海警2102。據了解，在高雄西南距離50海里處。我方則派出600和1000噸的5艘艦艇在24海里監控，但即便派出海巡最大噸量的艦艇，也只有4000噸。高雄艦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裡是中國管轄海域。中國海警對我國海巡嗆下，我國也呵斥回去。中國在台灣東部海域不享有任何主權利，你未經許可進入我方水域。不滿日菲啟動專屬經濟海域劃接談判，對岸出動海警船擴大行動範圍。7號傍晚5點半，我海巡在鵝鑾鼻東南方33海里對峙，一直到8號凌晨3點多，位置到了蘭嶼東南方50海里之後，中共船只往東航離，脫離台灣監控範圍，就是一個挑釁的作為。那第二個，這是一個認知戰，宣稱說東部海域也是他執法的區域，這個是對我們國家主權一個嚴重的傷害。來，文君委員怎麼看？就這一個部分，其實我們看到說，外交部第一時間他說沒有影響。其實我們看到這一張圖，原來在藍色的部分是我們的經濟海域，台灣那個菲律賓把我們劃進這個部分，然後日本把我們劃進這個部分，其實對我們是嚴重影響。那這個如果劃進去，我們第一時間都沒有發出聲音，這是非常離譜的。所以外交部在第一個時間還表示肯定。那在經過大家輿論的攻擊以後，才表示一點意見，可是還是非常的軟。所以我們看到這一次我們自己為什麼會失掉這個先機？因為你沒有站起來講話，我們軟趴趴的，所以就讓中共有這樣的機會啊！因為裴洛西來台的時候，我們失去了海峽中線。那你現在過去其實中共的不管海警船或者其他的船艦，其實很少到我們東部
的海域這一個部分，現在他好像理所當然，他看你都沒有表示，他自己就過來了。那未來我們可能就會失去這個部分，就我們的話語權，然後我們的態度，因為我們對於主權的主張這樣子的一個姿態完全沒有展現出來，所以未來內海化可能也會變成常態，這是這一次的事件比較令人擔心的。所以我們在看到除了這個部分，因為對中共是這樣，我們看到這一次的事件，日本跟菲律賓去劃設這樣的一個經濟專屬的區域，對我們的影響其實是非常大的，不僅是對漁民的影響，它甚至對我們的主權，還有我們未來公務的船隻在這邊也都會在航行自由上面也都會受到非常大的局限。我們如果被劃設進去，我們都沒有講話，以後我們所有的船隻並沒有辦法在這裡航行，這對我們影響非常大。所以我們在這一次看到現在執政黨的軟弱無能，也造成我們現在主權在一口一口的被吃掉的情況之下，這個損失的都不只是我們的漁業或者漁民的生計啊，甚至還有未來的海洋的礦產等等。其實甚至我們的主權，我們未來的主張會越來越弱。梁尚君。我想在這個日菲的海界哦，那這一次他們當然就是說，大家一直在講說，那到底台灣有沒有反應哦？其實外交部在第一時間也有提到，就是說，如果日菲要討論這所謂經濟海域的劃定哦，台灣必須重視台灣的權利，以及台灣也不斷的主張說這個是屬於我們的訴求，所以我想外交部在第一時間都已經講得非常的清楚。那但是現在至於在日本跟菲律賓之間，到底接下來他們什麼時候要真的開始進入所謂的經濟海域劃設，然後以及比較細節的討論，現在其實外交部當然也都在掌握跟了解當中。但是我覺得這一次哦，中國的這個公務船來到了台灣東部的海域，這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說，這個東部海域到底關中國什麼事啊？因為在這個我們的領海、我們的經濟海域，這應該就是屬於我們台灣自己的這個管轄權。那中國現在不管是從原本的海峽中線到東部的海域，它現在就是不斷的要把所謂的台灣海周邊的海域內海化。那剛剛馬委員也講得很清楚啊，這樣的狀況是不容樂見的。我也認同，我想這是不分黨派大家都認同的事情。那現在呢，如果日本跟菲律賓在經濟海域有影響到我們漁權的部分，或者是影響到我們所有的船隻的航行權利，以及涉及影響到我們在國際法以及海洋法上面的權利的話，我想這個台灣的外交部一定會積極的去做主張。可是問題是，現在日菲他們在這個經濟海域的主張，目前根據國際法跟海洋法上面是不會影響到我們的。但是到底接下來他們會不會真的實質上對我們造成影響？現在我們的外交部跟所有的國安單位也都還在掌握當中。這個事情蠻嚴重的哈，是讓日本跟菲律賓這邊搞個親蒙打吼啦。他們自己在談海域了，他把我們東部海域兩個人私相授受，把我們全部都劃進去，這裡面有兩個非常嚴重的一個影響哦。第一個，本來是我們的經濟海域，我們如果悶不吭聲，或者像外交部離譜的第一時間還肯定的話，到時候上了國際法庭，到時候我們經濟海域就不見了，這是一個。第二個，對於我們漁民的漁權跟他的生計影響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必須要講，這次政府處理的是荒腔走板，他對於菲律賓跟日本像慢郎中，而且離譜到第一時間竟然還去肯定，到後來立委跟在野黨開始抗議的時候，才說要去交涉。所以到了上禮拜五啊，立法院不分朝野後來就通過了。要求我們的外交部要嚴厲的去跟日本跟這個菲律賓要去爭取到我們這個經濟海域跟我們這個漁權。那相對的呢，他對日本跟這個菲律賓慢郎中的時候，他對中國大陸是急驚風。當然，中國大陸現在要做什麼事情？他派了這個大型的公務船進來，他就要把內海化嘛。那我們能夠應對的是什麼？人家派船，我們當然沒有錯啊，我們的海巡的艦隊就要常去啊。這才是正辦嘛。你為什麼之前中國大陸的船還沒進來之前，你為什麼我們自己沒有出去？所以對，開始菲律賓跟日本開始私相授受的時候，我們自己就應該要去抗議，然後把船就要派出去，然後捍衛我們的漁權跟我們主權嘛。我們沒錯，這是已經是錯在第一步了。那現在變成說我們在抗議這個菲律賓跟日本聲道很小的時候，現在中國大陸又進來的時候，我們力道也是不夠的。你不是只有用嘴巴去講了，你如果說真的要抗議中國大陸大型的這個公務船呢，你的海巡這個艦隊就常常派出去嘛，捍衛我們漁民在那邊捕魚的這個權利，捍衛我們自己的經濟海域。就是說，你空了，人家就進來了，這叫做趁虛而入。
因為你沒去嘛，那他找個理由，對不對？哦，兩岸同屬一中，對不對？既屬於兩岸都屬，所以呢我也要去，他就跑來了。哦，在以後就會跟你講，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利益，他要出動了。他現在已經從開始慢慢轉到中華民族啊，所以呢，他就到台灣東部海域大陸去執法。那因為你不去嘛，你去他搞不好就沒有理由來了。因為你不去，他說你不去，那我有權利啊，我就來了。你跟他抗議，那他也來了，你把他怎樣呢？哦，那他也還在那個線外啊，他基本上還在那個線外啊，所以給你某種程度的尊重啊。但是他就說這個地方是我的，哦，所以我要去執法。所以我真的是奉勸政府，很多事情要主動積極，不要碰到大陸就我主權對等尊嚴，碰到其他連菲律賓都很軟弱啊，只要你們幫我對抗中國，你們做什麼都可以讓你們做。你对誰都要对這個主權，對誰都要強硬，沒有任何國家你可以軟弱的，對，甚至對美國都要強硬才可以啊。接着再回來。好吧，坠机哈，所以呢被罵，所以初教機，哦，就初教高教，初就是剛開始了，哦，初教機呢，明年5月不是要買啊，要決定新機種，然後從117年起編列預算，哦，所以沒那麼快啊，哦，那你編了以後再去買什麼，還有點時間了，哦，那這段時間怎麼只好繼續飛舊的，那怎麼辦呢？顧立雄說，原來那個叫 T-34C， 民國74年開始服役，引進了44架。76年，你看74年到76年發生第一次失事，到現在失事12架，但是44減4還有32架，所以呢，第一架要到民國121年才屆滿這個壽命，他們就算那個飛機是已經看你飛多少小時了，但有時候也不能光用這個了，有時候我們常常看說飛多少小時或是多少年，有時候是兩邊來互相來看哈。那而且呢，你現在這32架都是好的嗎？因為原廠已經停產了，也不產零件了，那你怎麼定期保養？你怎麼辦？你看起來只有挖東牆補西牆，否則零件哪裡來？哦，所以你到現在是不是真的還有30架可飛？他沒講哦，我懷疑了啊。另外呢，我們新買了 F-16，哦，我們原來是買 F-16AB， 那時候大概民國80年、81年左右，哦，然後呢，美國不賣，我們要買 F-16不賣，哦，結果呢？法國說賣給我們幻象2000，美國一看法國要賣，趕快緊張了，就說好，我賣啊，理由是德州那邊的勞工失業率很高，哇，在德州廠去裝配，那可以這個提高這個失業率，那時候我們才買到這個 F-16，但是這麼久了，飛機已經這麼多年了，你看民國80年到現在多少年了？對，30幾年了，所以呢，現在就說好，那麼。這個美國就出來叫 F-16CD， 我們要買，美國不賣，我就不懂，美國不是天天說跟我們好朋友嗎？那怎麼到了關鍵時期就賣我們？我們不是要跟你要，我們是花錢買啊，不賣，那不賣你說AB 已經不行了，落伍了，就打不過人家的這個新一代的戰機啦。好，我賣你，我幫你特別做一個它叫 F-16CD Block 70，就叫 F-16V 啦，我給你只搞一個 V 給你哈，哎，真是無聊。你這樣的話就搞得系統。你就 CD 賣過就好了嗎？對不對 ？F-35你也不賣，那這艦上可以垂直起降也不賣。好，那現在發覺它的電戰系統，台灣跟美國不同。那電戰系統有什麼用呢？就前一陣美國一個將領講過嘛，說賣不賣台灣武器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說美國跟台灣從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廢掉以後，沒有協同作戰的這個經驗。所以他們現在美菲要演習，對不對？有時候把澳洲啊什麼都拉進來，為什麼？他萬一要聯合作戰的時候，彼此語言也不通，文化也不通，什麼都不一樣，這怎麼協同呢？要協調嘛，協調最困難的。哦，你臨時要協調怎麼協調？事先一定要磨合嘛。哦，所以呢，台灣跟美國因為幾十年啦都沒有磨合過，沒有協調過，所以他認為這個就算美國到時候要派兵來，跟你台灣軍隊怎麼配合啊？那同樣的飛機也是一樣啊。哦，你電戰系統，你現在台灣跟美國系統不同，到時候這兩邊哦到底怎麼配合也有問題哈。而且當時立法院的決議是一定要最新的，但是呢現在也沒有。那顧立雄的解釋說，哎呀，全世界用 F-16 Block 70呢，國家都使用他們現在挑這個254型的系統，哦，沒有採用美軍要採的257，而且美軍也沒決定，這是顧立雄講的。那到底全世界還有誰採購
F-16V， 不是為我們做的嗎？還有誰？那另外呢，說符合，他認為說是會符合作戰需求的啊。那聯合報就是說，美國的反复，我們空軍是沒有猜到的。本來以為說跟他們是同步用同樣的東西，結果沒有想到。我們看一下。國防部長話說的強硬，周一到立法院專案報告，外界關心上禮拜摔的 T-34C 初教機服役41年何時要規劃汰除？在明年的5月31號以前完成建案嘛。那空軍會秉持專業來規劃最適切的籌構方式。那人員的部分，尤其是這雙座機的部分，組員資源管理以及文化的部分，我們這個部分也持續的在跟各部隊做一個加強教育，高風險科目的部分也同步做一個檢討。到底是機械還是人為有的調查，但平媒體指出，我國新買的 F-16 Block 70電戰系統遭質疑，原本搭載獨步全球的 AN/ALQ-254電戰系統，但美軍已經換成更新的 AN/ALQ-257版本，是違反立法院主決議軍售裝備需與美軍統管的要求。其實不只有我們這個國家，相關這個 F-16V 這種構型的都使用254。那事實上，美軍也還沒有確定他要使用250管。現在250經過多年的這個研發，這個電戰的這個能力啊，我想不是如報告所稱的如此。強調都符合作戰需求，不過台海情勢嚴峻，可容不得一絲妥協。那位，現在看起來你會覺得說這兩件事了。第一個，這個教練機這一部分哦，這個飛官死的人，這當然大家很遺憾哦。那你看到40年來，12架失事，12名飛官，培養一個飛官花多少錢呢？這個多麼非常寶貴的生命，就這樣不止12個啊，有時候一個飛機還站2個人。哎，對，他是這樣是哈。那結果你說他接受在民國121年，然後我覺得很奇怪哦。照理講，這個事情這麼大的事情，全國更支持你，國防部不是要預算嗎？這時候你編一個，說明年度開始編預算，為什麼不要講呢？你不是你說117年才要選擇機種，換一句話說是什麼意思？顧立雄根本到現在為止，他的軍方的整個部分還搞不清楚下一次要買什麼，所以要讓舊的繼續飛啊！大家真的會擔心啊！那這段時間已經12件事情，而且死掉了10幾個人，這種，所以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就是 F-16，你剛剛提到的 F-16。A、B 啊、V 啊、CD 啊，照理講的話 ，CD 當初為什麼不賣？因為他說 CD 是攻擊型的，他這個台灣關係法賣給台灣的武器一定是屬於什麼防衛型的，比如說海馬斯，大家海馬斯裡有射程啊，有的短，有的長，那賣給我一定是比較短的啊，比較短的，所以這裡面就是變防衛型。好，那我們立法院有做一個決議哦，因為你 F-16V 就是 CD 買不到，你買一個 V。那你又號稱說，這個16V 比 CD 還好，可是大家印象當中都覺得是 CD 比較好啊，然後CD 又第4代的，那可是 F-16V 他說是4.5代，那理論上比較好啊，所以我們立法院做一個決議，就是你那個電戰系統啊，要跟美方要整合，也就是我們都是美國的，這樣子很容易融合進來，而且我們受的訓練也是這樣子，那結果到現在為止。顧立雄講一些理由，我都聽不懂啊。這個馬委是不是要聽得比較懂啊？講那些理由我都聽不懂。這個就是什麼？它就是我們的系統跟美國是很不相容的啊。他講的是其他國家也這樣子，其他馬呢，所以我馬呢都不要緊啊。立法院有做這個決議嘞，你就要相容啊，要 compatible 啊。啊，你不相容，你要做一個報告，到底是什麼一回事？馬委聽得懂啊？來講講看，轉譯一下，轉譯顧立雄的話。其實我們簡單來說，我們之前有 F-16AB 型的，我們後來有升級，所以它是 Block 20那個電戰系統。然後我們如果說現在剛買的 F-16V， 他們所謂的16V， 它是Block 70的，對，所以。現在他們說的那個254的部分哈，電戰夾艙254，現在他們2019年美軍有用，可是他們覺得不好，所以後來他們2020年又開始軍方請很多3家軍火商，他們去研發提供一些產品，後來他們選擇257。
我們一直說要跟美方，其實不管我們買的武器都是他們的，所以在聯合指揮作戰啊，或者它的運用，其實我們當時的決議為什麼要跟美方一樣的武器裝備，最重要的原因是這樣。所以今天顧立雄部長他說的是錯的，這不是最新的254，是因為它比較快。我們一直在怪說這66架的飛機一直都不能來，是因為電戰夾艙一直沒有辦法通過。它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是它的電戰夾艙254跟我們的阿伊薩雷達上面有雷達，它會互相干擾。這對我們未來所有全世界未來 F-16型的飛機最多的應該是台灣。那如果我們買錯了東西，它現在因為他們過去254，他們可能就是要提供給第三世界或者區域衝突的國家，他們不用面對這麼大的那種戰場環境。可是面對我們現在的區域衝突的時候，這個非常重要。如果我們的雷達跟我們的電戰系統會互相干擾，那對我們的飛行員是有風險的。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今天也特別提醒，不要隨便用這樣的理由，因為那不是美軍現役用的，美軍已經改成要用257了，25拐，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還是希望他可以好好的慎重去選擇，因為對於我們未來，如果你一旦發生事情，才要再去追究或者才要去改，要花更多錢，而且會造成很大的損失。但是郭立雄今天說，美軍還沒決定呢。他沒有決定要257啊，他們已經編預算了。到底是誰的消息對，誰的消息錯？來，永平，你爸是飞將軍，你怎麼看？是我覺得那個馬委員講的哦，真的是一個核心的重點吶。就說我覺得民進黨哦，常常給人家感覺就是說他的那個主動與被動，就是他的主動呢，就是罵中國大陸，他很主動啦，而扣人家紅帽子打野黨他很主動，可是其他所有的真的幫助台灣、真的保衛自己也好、經濟補強也好，他都非常的被動。要不然你就是要很大的悲劇譬如說那個 T-34教練機，2個中校都是飛2000小時以上的教官級的犧牲，你今天才說我來討論這個教練機，大家知道這教練機的情況有多荒謬嗎？我們說我們民國74年1985年買來做教練機的那個飛機啊，老舊，什麼時候生產的？1940年代跟1950年代生產。當然，它生產的它是那個螺旋桨的那個飛機，它對訓練初階的這個飛行員是有幫助的。可是你太老舊了嘛，你早就可以做很早的蔡英文時代就已經有主張說你要趕快做就這個教練機的汰換什麼的，好好的來處理，一直拖到這一次發現裡面沒有彈跳設備，沒有黑盒子，才說今年要編列明年的預算，才要考慮如何解決。大家看看是不是很糟糕？那剛才講那個 F-16V 採取的這個電戰系統更恐怖。我覺得馬文君委員不是作為立法委員，一句話講的大家都聽得懂的是，你顧立雄在扯什麼？他就講啊，這個他現在要引進的這254系統，如果真的跟我們的雷達會干擾的話，你想想看，飛行員是靠這些部分在執行任務的，你有多危險？對不對？那更不要講，我覺得美國最惡劣，就是連顧立雄作為美國的好像傳聲筒代理人，他講出的那種理由真的很好笑。沒有錯，美國很可能提供給其他，就像剛才馬委員講的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想說他們也沒有什麼很危險，反正他們要買武器，我就提供給他，就給他254。可是台海是現在全世界都認為接下來最緊張、最危險的一級戰區，這不就是你美國大家現在在爭議的嗎？你把台灣放在這個這麼危險的一個處境底下，然後你美國竟然在電戰系統、飛機的這個部分，尤其我們買這麼多架 F-16V 的情況下，你竟然要我們在這件事情上毫無保障，那我就不得不懷疑美國人的用心了。是不是現在因為川普表達了有想要拋棄保衛台灣責任的這種忘記這個承諾，那所以美國他以後呢，軍方也可以以說啊，我們那個系統不融合，然後就把台灣丟包呢？
會不會真的變成這樣？所以我覺得現在立法委員，尤其是在野黨的立委，強力監督，還有媒體的強烈監督，在這個電戰系統的採購案上面呢，絕對是關鍵中的關鍵。我們這麼困難的飛行員，你如果還希望有人願意為國效力，然後透過這麼艱困的訓練，然後飛到天上去幫你保衛第一線最關鍵的領空。任何戰爭，大家都知道，現在空戰是第一個，飛行員是最危險的職務。你如果還是這樣的話，你真的以後會招不到人吶。休息一下再回來。